2002年，一樁駭人聽聞的食人案震驚德國，凶手阿明·麥維斯的行徑，連監獄中窮凶極惡的罪犯都聞之色變，避之不及。他不僅殘忍殺害並食用受害者，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這名受害者竟是自願成為獵物。今天我們來講德國食人魔。阿明·麥維斯1961年12月1日出生於德國艾森市羅滕堡鎮，是一名電腦技術人員。他的童年充滿陰霾，8歲時父親離家出走，2個同父異母的哥哥隨後也外出闖蕩，只剩他與母親相依為命。父愛的缺失讓他自幼深陷孤獨，性取向也異於常人，是一名雙性戀。早在青少年時期，阿明便萌生了吃人的慾望，不過當時年紀尚小，他尚能克制這份扭曲的衝動，按部就班完成學業，步入職場。38歲那年，撫養他長大的母親離世，徹底擊垮了阿明的精神防線。此後，他獨自守着母親留下的老房子，屋內陳設始終保持母親在世時的模樣。他時常穿上母親的衣服，模仿母親的聲音，将母親的卧室奉為神殿，甚至在枕頭下藏入人骨祭祀。2年後，40歲的阿明再也無法承受喪母之痛，內心壓抑多年的食人渴望徹底失控，演變成嚴重的心理疾病，一場可怕的狩獵就此拉開序幕。為了尋找目標，阿明在一個名為食人族咖啡館的小眾網站發布廣告，公然尋找18到30歲、體格健壯、自願被宰殺食用的人。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這則荒誕又恐怖的廣告發出後，竟吸引了280餘人聯繫他，其中200人聲稱願意被吃，30人甘願充當幫兇，還有10幾人渴望親臨現場觀看整個過程。阿明隨即在這些人中篩選目標，通過郵件與他們溝通食人細節。他曾在寫給網友漢塞爾的郵件中詳細計算對方能提供的肉量，暢想將其火烤食用的場景。意大利網友馬蒂奧則主動提出，希望阿明用火環灼燒自己的器官，再以皮鞭將自己打死。2001年聖誕節，一名男子曾聯繫阿明，表示能提供一個男孩作為食材，卻在幾天後臨陣退縮，銷聲匿跡。此後，阿明陸續邀請多名自願者來到家中，向他們描述自己的食人計劃。令人意外的是，這些自願者並非精神失常之輩，反而都有着正常職業，涵蓋大學生、教師、廚師和酒店服務員。但多數人在最後關頭選擇退縮。一名德國南部男子要求阿明用運牛卡車接他，再以殺豬的方式將其宰殺。抵達阿明家參觀完屠宰間後，卻突然跪地求饒。阿明竟遵守承諾，放過了他，還與其喝酒吃披薩。來自艾森的阿萊克斯希望阿明砍下自己的頭顱，因體型過胖被阿明拒絕。卡塞爾男子史蒂芬更險些喪命，他被阿明掛在屠宰間的肉鈎子上，劃好切割記號。最終因屠宰間過於寒冷，2人商議後放棄計劃。還有叫迪爾克的男子要求阿明先宣讀一份正式的死刑判決書再動手，可到了阿明家中後也打了退堂鼓，同樣被阿明放走。接連的失敗讓阿明焦灼不已，他不得不放寬獵物的年齡限制。此時43歲的柏林電腦專家貝恩德主動找上門來。與阿明一樣，貝恩德也患有嚴重的心理疾病，不同的是他的執念是被人吃掉。2人通過近1000封郵件溝通，內容驚悚詭異，字裡行間充斥着對這場食人盛宴的狂熱期待。阿明在郵件中誘惑貝恩德，我會做最美味的意大利麵和醬汁。貝恩德則急切回應，你再也不用買肉了，殺了我，你就有足夠的肉吃。他們甚至細緻規劃了貝恩德遺體的處置方式。貝恩德希望自己的頭颅被埋進公墓或磨成粉末，颅骨則被做成煙灰缸，還在郵件中直言，我的身體正期待着你的胃。2001年3月9日，這場荒誕的悲劇終成現實。阿明將貝恩德帶回羅滕堡鎮的住所，2人約定用攝像機記錄全過程。阿明向貝恩德展示了自己精心布置的2樓，屠宰間狹小無窗，天花板垂着肉鈎子，牆角擺着供獵物休息的籠子。貝恩德對此十分滿意，隨後與阿明發生性關係。按照計劃，貝恩德吞下20片安眠藥，喝下1瓶烈酒，向阿明點頭示意可以動手。阿明最初試圖直接咬下貝恩德的生殖器官，嘗試無果後，他改用刀具將其割下。他本想生吃，卻因肉質粘稠難以下咽，便將其切碎，加鹽、胡椒和大蒜油炸後食用。而貝恩德就躺在一旁，全程目睹這驚悚的一幕。之後，阿明將貝恩德拖進放滿熱水的浴缸，讓他服下大量止痛藥、安眠藥和烈酒，自己則坐在浴缸邊，悠然翻看一本冒險小說。大約10個小時後，凌晨4點15分，貝恩德徹底失去意識，浴缸裡滿是鮮血。阿明吻了貝恩德一口，隨即將他拖進屠宰間，切斷喉管，割下頭颅，用肉鈎子吊起無头遺體。伴着收音機裡的音樂，他有条不紊地從貝恩德身上剔下65磅肉，分裝成袋藏在地窖和冰櫃的披薩餅下。
在接下來的10個月裡，阿明每天都會取一份人肉食用，還將貝恩德的骨骼烤焦，磨成粉末，混入麵粉制作食物，內臟和牙齒則埋進自家花園這個他常用來烤人肉野餐的地方。隨着貝恩德的肉即將耗盡，阿明再次在網站發布廣告，尋找新目標。這一次，一名澳大利亞小伙子被廣告吸引，起初他以為是惡作劇，深入交流後才驚覺阿明是真的食人魔，隨即向德國警方報警。警方根據阿明在網站留下的住址上門搜查，在其住所查獲15磅屬於貝恩德的凍肉。2002年12月，阿明麥維斯被捕，這樁駭人聽聞的食人案隨即轟動全球。然而案件的審判卻陷入僵局。由於德國法律中沒有針對食人的條文，且貝恩德的遺書等證據明確顯示他是自願被吃，初審法院最終以殷勤殺人和過失殺人罪判處阿明8年半监禁。這一判決引發民众強烈不滿，巨大的輿論壓力迫使德國聯邦法院在2006年1月駁回原判，交由法蘭克福地方法院重審。重審過程中，法院認定阿明作案時存在嚴重心理錯亂，其殺人和食人的動機是為滿足性衝動，屬於謀殺行為，且有證據表明他正計劃尋找下一個獵物，若不是警方及時介入，必將有更多人受害。最終，法院以謀殺罪判處阿明終身监禁。庭審現場，身穿灰色西裝的阿明全程神色平靜，只是偶爾晃動身體，點頭示意，甚至露出令人膽寒的笑容，絲毫看不出對自己罪行的悔意。入獄後，阿明成了監獄裡的異類，就連最兇狠的罪犯都對他避之如蛇蠍，吃飯時更是遠遠躲開。監獄方也對他嚴加管控，不讓他接觸廚房，只安排他在圖書館工作。據悉，阿明後來曾出價100萬英鎊，希望有人將他的故事改編成影視作品，但這一提議遭到所有人的拒絕。這起案件終究成了一段塵封在監獄高牆內的黑暗傳奇，它以極端的方式撕開了人性的陰暗角落，留下了一道令人難以釋懷的血色警示。